各位，欢迎你来到1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这两天呢，老有粉丝给我留言发这个私信，浩哥讲一讲中国国内的现在的竹知了门吧。你对这个是什么态度啊？大家都知道我一向对华为是怀着一种赞许和这种正面的评价的。我一直说华为呢是中国科技企业的脊梁，但是这一次我要说，华为这回犯了一个公关上的大灾难呐！这个竹知了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表明一个态度我说华为的这帮公关部的这帮尸位素餐的法务部的货全得被开除，才能扭转华为以后的这个公关的劣势。第二中国的现在的这些媒体平台完全是无法无天，不顾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完全都是为了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舆论上的安全无限的上纲上线。你只要是有人投诉，别管你是合理不合理，他都把你的作品给下架。所以中国的平台在这种舆论管控方面存在着非常之大的缺陷，也必须中国的网信部门要督促他们整改，不能这样干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的网络上将会一片乌烟瘴气，老百姓的不满将会越来越严重，这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我提出严厉的批评。先看看这个竹知了门到底是咋回事。竹知了只是挥动翅膀转了几圈，没想到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起因是有人拍了一段竹知了的视频，配文1000万以内最好的，没想到引爆了评论区，接着就被疑似华莱士的主体给投诉了。有人不信邪，发了同样视频还是被下架，甚至连卖竹知了的也被下架。始于汉唐的竹知了卒于2026年，有人要问了，现在怎么还能看到竹知了的视频？我只能说那是愚公移山留下的，但谁也没想到知了死万物生，竹知了是不能发声了，却有千千万万的竹知了发出了声音。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海报，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拉算器，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亲子互动项目，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卷尺，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手机支架，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茶盖，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风扇，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汤勺，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共享单车，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抽水器，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瓶盖，附带免死金牌，这是1000万内最好的手机壳，也带有单书铁券。余音绕梁的抽象程度堪比基尼太美。不过老实说，前几年闹鸡瘟最严重的时候都没现在这么能激发大家的创作欲望，摇一摇竹知了就能让文艺复兴，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参与一波呢？网梗指南之竹知了，此视频没有映射任何品牌，一切无端联想起源于观众本身。最近一位父亲发布了一条竹知了怀旧视频，结果视频被华某某以恶意抹黑企业高管为借口封禁了，只因玩具摩擦发出嗡嗡声，像大嘴青蛙，有侵害企业及企业家名誉权的嫌疑。本来竹知了的声音与某企业高管口头禅并无关联，这次举报却直接将竹知了强行与某高管绑定在一起。这次的恶意举报导致视频被封禁，作者头像变成灰色默认头像，同时也激起了这位父亲的逆反心理。你这么好的玩具，为什么不早点告我？爸爸，为什么我一咬这纸巾了，这个鱼就有点激动了？是不是应激了？有可能，你多咬一回看看。这位父亲的视频爆火后，直接在全网掀起一片竹知了怀旧热潮。原本龟蛇玄武之声只是小众人的内部狂欢，结果某些人的无端联想，导致单纯展示小孩玩竹知了的视频被投诉下架。这些人将投诉通道当作一键消音键，
试图压制网络梗的传播，草木皆兵一锅端的封杀方式，反而使得梗更加流行。本次事件最抽象的是 PDD 的评论区和某腾的新闻号也被封禁了。很多人问我怎么实现咖啡奶茶自由，全靠省钱信息差。闲鱼上咖啡奶茶低至3折，一杯咖啡立省8块。点咖啡、买汉堡、充会员、订酒店，下单之前闲鱼看看，吃喝玩乐闲鱼更省钱。猪包在路边买了几用竹子做的鸡粮，里面也啥都没，但是一旦站起来，哇，这个我们这个啊，这个是吧？这个。我们华莱士有多狠？单挑整个西方快餐业，除了华莱士，全世界找不出第2家。你知道美国为什么拼了命都在搞华莱士吗？你看华莱士都干了啥？汉堡对标麦德达，炸鸡对标肯德基，套餐对标必胜客。我数了一下，华莱士同时在跟10几家世界第1快餐公司打架，而且50%都是美国的公司。面包店不供货，我自己做面粉；牛肉市场不供货，我自己养牛。这哪是做企业呀？拉肚子了，拉肚子了！要是吃了我们华莱士的汉堡，就不会拉了啊！有些汉堡以我们华莱士的标准都出不了厂，我当时就震惊了，就说我操！有些汉堡和炸鸡它只在外上面好吃啊，这个到了堂食的环境就变得难以下咽，甚至上吐下泻。华莱士要做的不仅是极致美味，更要在外卖和堂食都要好吃。就是这么一个所谓的传统的玩具，我真没玩过啊！那玩意儿我们小时候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地区流行这玩意儿。就是因为这么一转啊，会产生那种类似于哇哇哇哇那个遥遥领先底下那个滑粉们就哇哇哇哇那个声音，还有呢用了什么1000万以内的最好的玩具。余承东说了一句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这不就是个笑话吗？这不就是一个广告的推广词语吗？你华为的法务部凭什么认为说1000万以内什么1亿元以内啊全都是你的专利啊？人家说一个1000万以内的玩具你就要投诉，就要给人家下架，这个平台也是混蛋啊！这玩意儿侵什么权了，你就给人家下架呀，对吧？所以这些都积攒到一块儿啊，就把中国的这些民众这个彻底的情绪给点燃了啊！还有华为的一些在中国的所谓的一些铁粉博主啊，也是属于这种给华为招恨的那种人。这竹知了事件在华为套定律，麒麟芯片彻底突破在即。9月份 Mate 90是国产半导体突围的雪耻之战之前，在华为手机大杀四方就在眼前的时候，这知了猴事件不是竹知了事件对余承东的低级大抹黑就全网大爆发了，非常耐人寻味啊！咱们看看这个竹知了事件，本质上就是强行矮化余承东。华为的产品技术跟服务那做得好，那是那么好抹黑的吗？那就针对余承东的讲话习惯来个先冒犯再喊冤，文案到动作再到剪辑风格高度统一，每天数千个视频批量制造，形成规模效应。这一波攻击的套路这非常明显。以前这种矮化通常出现在咱们英雄的身上，消解咱们对英雄的钦佩，消解英雄的标杆作用。现在这个套路使在余承东身上了，这目标是啥？是击垮余承东的个人信誉，从而就变相瓦解华为的组织信誉。下次余承东再有啥发布会，这种消解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呀。所以这做局的水平高啊，一看就不像什么普通的套路。华为它怎么反应都是输。这一股针对企业高管的歪风如果不刹住，余承东跟华为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在中国半导体就要打翻身仗的时候，在华为手机业务就要重新爬坡的路上，在这个节骨眼儿爆发出这种疑似有组织的抹黑，好难猜呀。会不会有高管亲自下场？会不会有类似立场的博主集体扑上来呢？会不会有某些有群体特征的粉丝集体冲锋呢？兄弟们说说。这些从来不说华为一句坏话的这些所谓的爱国的博主，你看看一个个跟打了鸡血的红卫兵一样，出来就指责
说谁拿主资料调侃华为，谁就是外国势力，谁就是反动派。你说这些人，你们是他妈装的吧？啊，你们是在高级黑华为吧？你这是在继续给华为招恨是吗？所以这些人为了那点所谓的流量，脸都不要了啊，不敢说一句公道话了。那你干脆啊，你别做他妈的媒体人了，是吧？啊，你连一句这个公正的话都不敢讲，你他妈还做自媒体呢你啊！一群这个趴在华为身上吸血的蛀虫，好吧？这个事情呢，啊，越闹越大。中国的官媒，有的官媒都看不下去了啊！当然，中国的官媒是两极分化。你比如说，就是中国的党媒浙江宣传就出面批评华为。浙江宣传评主知了事件，消费者的批评并不一定是噪音，很多时候恰恰是一份来自市场一线的提醒。主知了事件起于企业正当维权，却演变成为一面观察企业与公众关系的镜子。真正令人心服口服的品牌，并不是要消除争议，而是在争议面前展现出倾听、理解与包容。品牌不论大小都需保持谦逊，影响不论强弱皆可秉持开放。真正的自信不是让嘈杂消失，而是在各种声音中不断校准方向，做更好的自己。真正强大的品牌往往具备更强的包容能力。8月5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浙江宣传”发表名为《主知了事件的4点思考》的文章。文章指出，越是强大的企业，越有接受讨论的胸怀。真正强大的品牌往往具备更强的包容能力。它的品牌尊严建立在过硬的产品实力与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之上。高调的表达总要经得起检验。真正能够赢得长期认可的，不是声音的分贝有多大，而是在一次次市场检验中证明自己。流量红利背后潜藏着流量风险，听得进嘈杂本身就是一种自信。最近某车企联盟发了份关于竹玩具事件的情况说明，网上争议很大。先不说内容对错，专门聊这份声明背后的2个法律疑点。第一个疑点，声明里反复说我们，那这个我们到底指的是谁？注意，这条博文没有落款，没有公章，来自一个叫某某自行发言人的微博账号，前台认证写的是智能汽车技术生态联盟，但这个联盟不是工商注册的法人，没有营业执照，法律上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整套业务的实际运营主体是大厂终端有限公司，属于大厂集团的孙公司。那这份声明究竟代表孙公司，还是代表整个大厂集团？我们看不到账号后台的注册主体，没法核实。声明里说，我们投诉了171条，下架144条。那这里我们是指这一家孙公司，还是指整个集团？全都没交代。如果只是孙公司投诉171条，那集团的其他公司有没有投诉？投诉了多少条呢？一份正式对外声明发生的法律主体却模糊不清，这是第一个大疑点。第二个疑点，被玩梗的对象到底是谁？很多竹玩具的二创内容针对的是高管在发布会上的公开言论，如果有名誉问题，理论上是这位高管个人的人格权益。那问题来了，企业账号出面批量投诉，发布声明，有没有取得这位高管本人的正式授权？人格权维权原则上应当由权利人本人主张，尽管他是公司董事长，但公司不能直接代替董事长处理个人事务。企业能不能替高管个人维权，授权从哪来？这份声明里完全没提，这是第二个疑点。文末写着我们会保持谦逊、真诚和克制。那大家也会反问，发布会上那些商业宣传话术是不是也同样谦逊克制呢？维权本身没错，但谁在说话，代表谁说话？凭什么替个人维权？这3个基础问题没讲明白，这份声明天然就会留下争议空间。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的地方的官媒啊出来这个袒护华为啊，说那个如果有人劝你要大度，你就离他远一点。郭德纲说的，你别被雷劈着，那华为就不应该大度。问题是，你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让那些本来也用着华为的产品的一些人也会对华为产生反感的。
你华为是作为中国的一个企业巨无霸的集团，你跟普通的小网民你较什么劲呢？你好，竹知了事件愈演愈烈，你怎么看？一个几块钱的玩具，你竟然让一个顶级的上市公司破大防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用心良苦呗，这都是为了帮助民间手艺人带货呀，值得点赞呐！什么呀？鸿蒙进谗，全网相传，现在已经人人知了了。隔壁友商雷总都出专辑，Are you OK 了？挖一下怎么了？我姐夫都教育我了，说一个美女啊，你被人家说长得难看，那美女顶多就一笑了之了。如果是一个丑女啊，你长得本来就难看，你再说人家难看，那你自己琢磨去。还是姐夫通透呀。我姐夫还为这个竹知了那个吟诗一首呢，您来听听。怎么全诗就一个蛙字？这首诗中反复用了一个蛙字，强烈渲染了知了的情绪，尤其是后面那个哇哇，彰显了知了的无力感。最后那个哇哇，更是与前面形成了鲜明的呼应，充分表达了知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情绪。这是1000年以内最好的诗，遥遥领先其他诗人了。那肯定啊！行了，不说了，我得回去听我姐夫吟诗去了，拜拜。最近这个竹知了事件不断的发酵之后呢，有博主居然说了，说这个幕后肯定有人故意有水军，有幕后推手，故意这么搞的，要不然不至于有那么多人拿这个事情来调侃，来戏谑这个宗教品牌的这个车企。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博主的这种想法，觉得好像这后面肯定有阴谋，有人在带头挑事儿，对吧？不乏可能是境外势力或怎么样。我在想，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那我只能说真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车企称为宗教品牌呢？是真有原因的。我这2天发了差不多2个关于这个话题的视频，然后呢，还评论区还真有人就是无脑的维护。说实话啊，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爱国的人啊，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对吧？我所有的一切的批判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对吧？但问题的关键是，有的时候不能只有情绪，我们更应该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竹知了事件之所以会发酵，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事情会调侃，是因为这个宗教品牌某些人在发布会上说了很多太过于极端的话，对不对？比如说没有之一，比如说1000万之内最好的车，比如说遥遥领先，比如说这那。我看了他在发布会上面说的很多话，他的用词都是用最，就是那种极端的。其实从广告的角度来讲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你这样说其实就是违规的，对吧？永远只有相对，不可能有最这一说的。当然了，我们的广告法对于某些人，对于某些企业还可能真的是形同虚设。这也不能怪他们，只能怪我们的广告法确确实实在这一方面太不够严谨。如果在欧美的话，如果你敢这么说的话，把你罚的倾家荡产，是不是？一是一，二是二，哪有什么这那什么没有之一，什么罪，哪有这样说话的？所以很多人是看不惯他们如此极端的来吹捧自己的车到底有多好有多好，所以才会被讽刺，才会被戏谑嘛，就这么简单呀。那么这是其一，其二，正是因为有很多人盲目的崇拜或信任这个企业，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于是就形成了对立面啊，盲目的维护反倒是让更多人反感这个宗教品牌，是不是？所以才会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戏谑、这个嘲讽的过程当中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环境，其实大家呢每个人日子可能都不太好过，对吧？内心深处都有怨气，所以有的时候呢，需要通过某一些渠道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所以刚好抓住了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也很正常。但是说来说去，其实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大家针对这个宗教品牌，而是什么？这个宗教品牌自己本身确确实实说的很多话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这么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总觉得是别人故意针对他，是别人故意搞他，这才最可怕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是环境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人你跟他讲再多道理都没有用，是无药可救的人，很可怕的呀。那如果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子的话，你想他还有进步空间吗？对
对吧？所以如果凡事都不会向内看，只会说哎呀幕后有推手，有水军，有什么势力在搞鬼，然后还有很多人居然还相信这样的言论，那我只能说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这是一个拥有文明的社会该有的社会风气吗？或者是说我们离文明任重而道远，我们有的只有文化那么大家怎么看？我们来探讨一下。你要是玩不起，跟大众网友较劲，那你就快了。什么年代了，还搞员外老爷肃静回避那一套呢？最近某家大型民企很有名的，我也是他们的用户，我就不提名字了啊，不是我卖关子，这个话题现在争议性太大，老网民一听就懂，您理解一下。那这家大品牌被一个几块钱的玩具竹知了给干破防了，就因为这个玩具转动起来的声音和这家公司的高管说话声有点像啊，这个啊。这个我们这个啊，网民嘛，大家就图一乐，开个玩笑。你既然是公众人物，依赖网络影响力，你就拦不住这玩意儿。而且网友们一直也没那么太大的恶意，就是玩梗。被玩梗的名人大咖老总多了去了，那陈建斌都被魔改成什么样了？蔡徐坤，这都是玩得起的人，路人缘都极好，至少你听不到谁专门骂他们。路转粉的、黑转粉的都不少。咱说，只要不是严重侮辱、侵犯隐私、恶意抹黑，最聪明的做法是与民同乐，你得跟着一起玩才对。这是大好的提升路人缘的机会，这对你公司品牌都是利大于弊的。开得起玩笑的人和开不起玩笑的人，谁人缘更好啊？对吧？说了，如果就是个玩笑，这真没什么，不是诽谤诋毁就行。我被叫了20来年大脑袋李大头，那后边同学老说我挡的信号，因为咱头确实大，都不显个了。那我要较起真来，那还有朋友吗？有时候人家愿意跟你闹，那是觉得你比较有意思，觉得你好玩亲民，不要老是想着让别人怕你，尤其做企业的，是吧？你东西卖给谁呢呀？这年代网络时代它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跟我玩权威那一套，那大众肯定是你越不让干啥他越干啥，人骨子里都有逆反心理，而且本身就是个小玩具，就这点事儿都计较，玩笑都开不起，真有点小家子气了。那现在好了，这个事儿没完了，我现在刷10个视频，有8个都是他那个配音啊，这个啊，你追究都追究不过来，人家网友自己模仿，用各种东西摆造型阴阳你，这已经不是你按倒葫芦起了瓢了，是你已经成功把自己搞成大笑话了。所以说啊，这个公关能力真的不咋地，我还以为大品牌的公关，这个思维能与时俱进呢，结果还是玩不起啊，动不动追究。我在视频里说过860遍了，时代变了，现在你得迎合讨好大众，与民同乐，别搞高高在上那一套了。权威这种东西，这年头很容易被解构的，你不拿腔作调还好，只要你触碰大众逆鳞，从此以后你的标签就被定死了，洗都洗不掉，除非你赶紧放下身段，然后打不过就加入，硬刚到底的名人多了，没一个在网络上善终的，基本都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去年那个开面馆那个什么贝，今年的某些明星不都是吗？不是，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大众才是衣食父母啊？你玩不起，大众就不跟你玩了，又不是没得选。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大的牌子能这么玩不起，那再好的产品架不住公关能力差呀。其实这事儿要不那么上纲上线的话，这一阵风早就过去了，本身就没啥趣味性，就是个鹦鹉学舌的玩闹。那现在好了，都快全民普及了，我现在刷的这种阴阳怪气的视频，我就想笑，我都笑了2天了。眼瞅着一个大品牌自己把自己段位给玩掉档了，我一个无名之辈啊，我无名氏，我给你们这些大公司上课。当代顶级的统御思维永远都是易输不易堵，你越不让干啥，人就越想着法变着样的达到目的。竹知了这股风啊，竹知了就很说明问题了。现在啊，这个动作随便拍个什么电风扇啊、苍蝇拍啊、什么鱼头剩菜啊，甚至只是一张图，大家都知道是在说啥，好玩吧？你满意了吧？再不低头与民同乐就彻底来不及了，赶紧的借个坡就下驴吧，别绷着了。老百姓他就是有这种朴素的行为，同情弱者，鄙视那个强者。再说呢，华为这个事情干的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我不是说余承东那个人品如何啊，余承东这次出来开这个发布会，说那个尊戒 MVP 的发布会啊，然后底下一大堆人用那个竹知了的弹幕嘲讽他，他把弹幕都关了，而且说话都不利索了，磕巴了，也不敢说什么遥遥领先了之类的，1000万之内的了，对吧？这话都不敢说了，战战兢兢，何必呢？对吧？所以我要是余承东的话啊，各位，
我自己拿个竹知了，我出来哇的摇啊，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是我们的公关部门有些人昏了头了，我已经把他们全部的都那个开了，或者说是罚了他们了啊，今年的奖金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华为的形象马上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反转啊！当然，这个事情呢，对于整体的华为的品牌形象啊，没有这种致命的影响。但是呢，这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种事儿，如果华为的公关部门、法务部门全都是这他娘的糊涂蛋啊，跟那儿这个尸位素餐的，这个给华为招恨的话，那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华为积攒的那些啊爱国的这个科技脊梁的那些正面的形象会被慢慢的侵蚀掉呢。说实在的，余承东这一次啊是犯了众怒了。那余承东现在他自己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华为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汽车产品呢，好，的确是好，但是呢，它价格高啊，这价格基本上都是天花板，对吧？而且中国的很多的汽车企业呢，慢慢的品质和质价都在多样性方面都在追赶华为，华为的这个汽车的销量，这个30-40%的同比往下掉啊，对余承东来讲也是一个经营上的压力。再加上这个事儿啊，这可以说是对华为的目前的这种业绩啊雪上加霜，太不聪明了，这个事儿干的，这是一个公关上的大灾难。余承东应该尽快的啊出来把这个事情彻底的扭转过来。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那些这个普通的网友对你品头论足，甚至是嘲讽你，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是你应该承受的代价。自己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华为的形象，国之栋梁，企业的形象。这个事情余承东真的是应该深刻的反省。这就是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各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